人有多红，料就有多黑。互联网时代，谁有了流量，有了关注度，那就总会有脏水不断的往他身上泼。这条成名定律原本只适用于娱乐圈，然而现在各行各业都难免要受其影响。拿戏曲行业来说，前有90后豫剧团长范胜男，演出期间利用休息时间直播卖货不被理解；后有当红粤剧小生陈丽君，多次参加综艺节目录制，引起网友质疑。最近陈丽君在百花奖上演唱《定风波》时，就有网友质疑她歌词唱腔搬照周身的光亮，导致深陷舆论，被网友们黑惨了。那么为何这两位戏曲行业的翘楚会被网友如此诟病？两人真有网友们骂的那边不堪吗？其实只要细心了解过这两个人的经历，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豫剧作为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一直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广为流传，部分农村还保留着过年过节、婚嫁丧葬时请当地戏班唱大戏的风俗。而河南电视台为了推广豫剧，从1994年便推出了一档戏曲节目《梨园春》，为包括豫剧在内的不同戏曲剧种提供一个专业的舞台。而出生于河南安阳的范胜男，受家里影响，打小就对豫剧格外感兴趣。小时候他经常跟着家里的长辈们去公园里听戏，周末梨园春节目播出时，也会提前守候在电视机前，学着电视机上的唱腔，唱得有模有样。街坊邻居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个小戏迷，每次放学回家都会逗着他唱上几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范胜男10岁那一年。这一年，他突然跟父母提出想上戏校的想法。亲戚们得知消息，都劝他父母说，这个孩子天资一般，个子又不高，长得也不算出众，一看就不是天生唱戏的料。接着又提到了他的家庭条件，实际上范胜男的家境确实一般，爷爷患病，常年卧床，如果执意要送他学唱戏，未必能学成出师。好在范胜男的父母很支持他，妈妈觉得只要女儿想要学，就算学不成也没关系，只要不留下遗憾就好。在父母的支持下，范胜男如愿来到了戏校学习。入学后的第1个星期，范胜男给妈妈的信中这样写道：您放心，我一定给您争口气，让大家知道河南有个唱戏的妞叫范胜男。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范胜男仍会觉得当年的自己年少无知，口气确实大了些。但是这也正是当年的这句话支撑他走过了这20多年的坎坷。在戏校经过4年专业功夫的磨练后，14岁的范胜男终于迎来了登台演出的机会。机缘巧合之下，被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爱英看中，并得到了他本人的亲自指导，成为豫剧崔派第4代传人。经典剧目《秦香莲后传》《麦苗郎》都是范胜男的拿手好戏，而他在戏中多是出演青衣和老旦的角色。青衣在戏曲里多数都是以贤妻良母或贞洁烈女的倾向出现，而老旦则主要指那些老年妇女形象。别看范胜男年纪小，他对这2类角色的把握却很到位。极大的年龄反差感并没有让他的表演显得生硬，反而靠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把这2类形象表现得很自然。所以经常有观众听说台上的老旦是个10几岁的小姑娘后，纷纷表示不敢相信。不过即便范胜男的功底很好，专业院团来选人时却总是第1个把他排除在外。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个子不高，长得也不够出众，上不了大舞台。得知原因后，范胜男觉得格外委屈。他10岁就上梨园春拿了擂主，登台半年就当上了主演，他还拜在名师门下。他想不明白他比别人到底差在了哪里。不甘心的他决定自己办一个剧团，让淘汰自己的人看看他到底适不适合戏团。可他的创业想法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他的老师也劝他再锻炼几年，等社会阅历和人脉资源再丰富一些，再创业不迟。此时的范胜男可谓是孤立无援，而他的父母再次选择支持女儿的想法，不仅拿出了全部的家底，还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钱后，凑够了60多万支持他开办剧团。有了这笔启动资金，范胜男开始招兵买马，置办戏服道具。可由于他才20出头，演员们担心这个剧团不靠谱，纷纷拒绝了他的邀请。为了签约到心仪的演员，他甚至开出了条件，可以提前给演员预支2个月工资。最终这个诱人的条件为他留下了40多人。
安阳市青年豫剧团也正式成立。21岁的范胜男正式成为该豫剧团的团长。相比范胜男不被看好的成长经历，被称为练功房女孩的陈丽君要幸运得多。浙江嵊州是越剧的发源地，1992年陈丽君出生在这里，从小便受到越剧文化的熏陶，与范胜男一样，很早便有了自己的想法。13岁那年，他独自一人来嵊州艺校学习越剧。16岁，陈丽君以花旦的身份考进了小百花越剧班。老师当时对她的评价是，这个班属她的起点最高。但随着身体逐渐发育，老师这才发现陈丽君的个子越长越高，手脚也越长越大。综合来看，陈丽君的身形不再适合出演花旦一角，但出演小生的话，反而有着无限潜质。可花旦转小生，意味着基本功、唱腔、形体、技巧等都要舍弃。陈丽君有些犹豫，在和老师进行了3次促膝长谈后，最终陈丽君哭着答应转型小生。原本在花旦很吃香的陈丽君，这下一切从零开始，自然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努力，经常半夜把自己关进排练室里练习压腿、下腰、台步等基本功，经常因为太拼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翻开他的短视频账号，也能看到行云流水的打斗，翻滚的背后都是拳拳到肉、浑身留疤的现实。正因如此，陈丽君还有了一个新的外号——练功房的女孩。老师毛维涛也是把陈丽君的上进看在眼里。说到毛维涛，此人也是大有来历，她是越剧第一女小生，曾多次获得梅花奖、文华奖、白玉兰奖等众多大奖。当年《舞女拜寿》上映后，毛维涛和何赛飞成为备受观众喜爱的官配 CP。此后，他还饰演了张纪中版《笑傲江湖》里的东方不败。剧中，毛维涛学着用女人的情感去体验当一个男人，把东方不败这一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观众看后也觉得他100%还原了原著里的这个角色。也是在毛维涛的指导下，转型后的陈丽君逐渐变成了越剧小生中的佼佼者。2013年，陈丽君在筹备毕业大戏时，恰好毛维涛收到了桐华新的剧本。此时，《步步惊心》的上映让诸多观众深陷其中，紧随潮流的桐华导演便将此电视剧改编成了豫剧，希望毛维涛来饰演其中的四爷。不曾想，毛维涛接到剧本后却说，希望由90后来演这一角色，这样也能吸收一些年轻受众，就如同30年前他饰演《舞女拜寿》时一样。最终在毛维涛的引荐下，陈丽君代替恩师参演这部大戏，饰演了四爷这一角色。2023年3月，毛维涛策划了一部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主演全是85、90后的新人，年轻的演员班子，小剧场的演绎形式，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观众不仅可以拿出手机拍照，还能与演员互动。而毛维涛目标只有一个，抓住年轻人。结果显而易见，他成功了。同年8月，《新龙门客栈》在抖音直播后，吸引了925万人在线观看。演出返场时，陈丽君单手抱起李云霄转圈的一幕被直播间的网友疯狂转发，连同其他片段瞬间铺满各大短视频平台。但陈丽君与李云霄转圈的视频播放量就超过10亿。一夜爆火的陈丽君也被网友称为老公姐，抖音涨粉100万，也吸引了诸多年轻粉丝。她所在的线下剧场也是一片难求。毛维涛也曾表示过，来看新龙门客栈的观众80%以前从没接触过越剧。不过对于一门逐渐凋零的传统艺术来说，能有观众来看，不论之前他们是否了解过戏曲，只要愿意来都是最好的结果。无论是成立自己的豫剧团，还是成为新一代越剧知名的小生，范胜男和陈丽君都可谓是戏曲界新一代能扛起责任的传承人。然而在业界内有着不错成绩的两人，为何要进入互联网自讨苦吃呢？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现如今戏剧的困境。1993年，陈凯歌导演就曾用一部《霸王别姬》向大家完整的展示了京剧由兴盛走到没落的全过程。而是人的就得听戏，不听戏的他就不是人。什么猪啊狗啊他就不听戏，是人吗？他畜。哎呀，有戏就有咱俩。就像《霸王别姬》里师傅说的那样，别听这段话有些难听，至少可以证明戏曲在风光无限的时刻。但随着时代发展，流行歌曲逐渐盖过了戏曲的风头，像京剧、昆剧、京韵大鼓等一些晦涩难懂的曲种，都面临着这种青黄不接的问题。
甚至有的戏曲已经只剩下最后一位继承人了。虽说豫剧在戏曲行当里算是通俗易懂、广泛流传的曲种，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在，但如今的他也走到了困境。就拿范胜男的豫剧团来说，他能凑齐40多位前辈们来自己豫剧团，就说明豫剧根本不缺传承人，更何况还有黎元春这档戏曲节目不断的在为豫剧选送新的苗子，豫剧也根本不怕没人唱。那么豫剧最怕的是什么？接不到活。豫剧知名表演艺术家何赛飞就曾在节目里说过这个问题。如今各个地方戏曲班子都没有几个舞台能够展示，没有舞台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意味着没有工资可发，没有工资可发，谁会愿意再出来唱戏呢？而范胜男在剧团成立最初的5个月，勉强可以维持剧团内的开支，但往后就开始入不敷出，5个月之后甚至到了发不出钱的地步。2013年冬天，范胜男把团员们安顿好后，便和男友出去四处接活。在一来二往的奔波中，最穷的时候，2个人身上也只能掏出42块钱。就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人联系他找剧团演出，唱9场戏给12000元。听完，范胜男激动地跳了起来，这笔钱也总算是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在这之后，范胜男继续带着团队省吃俭用，艰难苦撑了8年。正当他还在鼓励自己困难只是暂时的时候，结果没想到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剧团的境遇再度陷入谷底。那年范胜男和丈夫回老家过年，18块钱的高速费他俩愣是掏不出来，只能临时给弟弟打电话求助。到了2021年夏天，剧团已经很久没有演出了，无论是范胜男这个团长还是团里的演员都外出打工去了，剧团也是名存实亡。但日子还是要过，为了贴补家用，范胜男开始尝试抖音直播。疫情期间，很多戏曲演员跟范胜男一样，把舞台搬进了直播间，通过直播打赏获得收入。这样一来，也把原来偏小众的戏曲推到了台前，可谓是一举两得。范胜男在这期间收获了上百万的粉丝，收入也增加了不少。吃到短视频的红利后，范胜男还是放不下剧团，担心演员们的生活，便想着重组剧团。团员们一听说剧团重新开张，纷纷放下手里的兼职，从各地赶回来帮范胜男重新建立剧团。2021年10月，在范胜男婆家一处空房的2楼客厅，安阳市青年豫剧团重新开演。第一次直播时，范胜男甚至感受到了第一次登台时的紧张，他和团员们并不抱任何希望，只求有观众看就行。结果这场直播有2000多人在线观看，团员们备受鼓舞。接下来1个多月里，他们不知疲倦地在直播间演完每出大戏。从最开始只有40-50岁的老戏迷，到不断有年轻人入坑，每场直播剧团都会收到几百上千的打赏。这对于演出有限的剧团来说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了。这笔钱也解决了剧团平日里的花销。为了给团员们提供更好的舞台和生活条件，范胜男和团员们商量着，决定在中场休息和演出结束后带货半个小时。本来这个决定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让整个团队遭受致命一击。第一次直播尝试带货时，在线观看人数从1万多人快速下滑，最终停留在了181人。而屏幕上最多的留言都是唱戏就唱戏，不要带货，这是在亵渎艺术，你们不配做演员等等不堪入耳的责骂声，不仅影响了演员们表演的心情，更是让他们也开始怀疑直播带货是否真的错的。最后这场打金枝，范胜男和团员们都是含着热泪演完的，只因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戏开唱就不能停。等隔天再次直播时，范胜男坚持带货，不过他还是向直播间的观众解释道，大家说我们不尊重艺术，但再高雅的艺术也得有经济条件来支撑，我们只有先生存下来，才能给大家好好唱戏。对此有人理解，也有人离开，也有人成了他们的铁粉戏迷，坚持打赏。虽说范胜男也劝过粉丝们不要打赏，但粉丝们却开导他，打赏出于他们个人意愿。如今很少能在线下听戏，在线上听，这些打赏的钱也算是他们的门票钱。
听闻此言，范胜男也渐渐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接受了戏迷们打赏的行为，并继续为他们专心唱戏。豫剧这边，范胜男为了舞台和剧团生计所发愁；越剧这边，陈丽君虽说是体制内，并不用考虑工资和舞台的问题，但她也有自己的烦恼。陈丽君靠着新龙门客栈里的小生一角，的确达到了毛维涛最初想要吸引年轻人的目的，但随着陈丽君名气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争议也将陈丽君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越剧虽说有像何赛飞、毛维涛等知名艺术家，但比起豫剧，多少还是有些没落。为了弘扬豫剧文化，毛维涛带着自己的团队没少在剧本上下功夫。梁山伯与祝英台、葬花吟等剧本都有着不错的收获。这些剧本中，陈丽君无疑又是小生的不二扮演者。当然，她也靠贾宝玉、梁山伯等角色再度吸引了不少粉丝。打开知名度后，陈丽君也是想着要把豫剧发扬光大，吸引更多年轻人来了解豫剧文化。于是她开始逐步涉猎娱乐圈，参加各种综艺节目录制，甚至还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粉丝群体。今年4月份，陈丽君意外亮相浪姐，靠着舞台上将花木兰和孙悟空融合在一起的惊艳亮相，人气也是断层领先其他姐姐们。然而人红是非多，随着节目比赛的推进，陈丽君逐渐陷入舆论中心。越剧演员非要走流量，为了出名而放弃艺术，一个戏曲演员为什么要跳女团舞？这样的质疑声在陈丽君从浪姐成功重团出道并拿到年度人物奖后越来越多，尤其是最近她和陈浩宇为国漫《白蛇浮生》演唱主题曲后，更是被网友不断的询问到娱乐圈和越剧到底选哪个。陈丽君本人呢也明白前辈们和戏迷的担忧，也知道他们担心自己会迷失在名利局里，遭受舆论的反噬。可这一切他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他很清楚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面对的又是怎样的惊涛骇浪。如今他有更多机会传播越剧，探索不同形式的跨界，毕竟戏曲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他认为作为年轻一辈，有机会就应该走出去看看。至于娱乐圈和越剧2选1，他也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越剧。无论是直播带货的范胜男，还是娱乐圈里的越剧演员陈丽君，他们之所以频繁抛头露面参加节目录制，甚至靠着戏曲直播赚钱，无疑都是为了一个出发点，传承戏曲文化。当然不光是他们俩，在他们之前也有许多前辈也曾为传承戏曲文化做出过努力。其实很多传统艺术现阶段面临的困境，大部分人是知道的，但在传承者们借助网络发声宣传自己的作品和文化时，却总是会遭到一些质疑和指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嫉妒心理。心理学中认为自尊是每个人内在的心理需求，当他人的优秀或成功显得格外耀眼，我们可能会感到自己相形见绌，这种对比可能无意中触发我们自尊心受损，因此嫉妒这种情绪便自然的萌发。尤其是自尊心较强的个体，常常伴随着对成功和成就的强烈追求，当他们目睹他人在相同领域超越自己时，可能会感到难以释怀，甚至产生怨恨之情。王佩瑜、何赛飞也好，范胜男、陈丽君也好，他们都是各自时代里的佼佼者。相比其他同行们，他们除了有着不俗的专业能力，甚至还有着人气与流量。在看到他们取得成就时，不乏有些人出于嫉妒，从而利用网络舆论来试图掩盖他们的光芒。当然，除了存在嫉妒心理，也有不少网友是抱着从众的心理，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事情的起因经过，只是在看到周围人都在指责范胜男和陈丽君的忘本，这才一味的跟风指责他们的过错。不过好在是金子总会发光，即便部分网友再怎么不看好，范胜男依旧靠着直播带货养活了整个团队，成为了最年轻的豫剧团团长。光是2023年的一年，他的剧团就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跑了600场演出，基本每天3场连轴转。2024年春节，他们也是从大年29演到正月10几。虽说日子忙碌了一些，但团员们却实打实的高兴，看着舞台下拿着凳子、椅子坐得满满当当全是人的场景，他们觉得即便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而陈丽君也是靠着师傅毛维涛的支持，继续用自己的人气和流量为大众传播越剧文化，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观看并了解越剧。他们师徒2人用行动证明，越剧并不只是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它应通过大众喜欢的平台走进千家万户，走到更多年轻人的面前。